做乜嘢啊？做咩啫？你個衰仔咪仲發緊春夢啊？你咪仲諗緊奶啦錫你嗰下咧？不如你同哥哥交流下，咁究竟你嘅初吻甜唔甜啊？應該閉嘴吧。剛滿20歲的小伙子做這種夢很正常的呀，但是做完夢記得換內褲啊。你也不用不好意思，哥。我叫廖思遠，我都懂了，畢竟這個一直在喋喋不休的家伙是我哥，廖之白。這裡叫做布河，一個熱帶國家。隨着華裔越來越多，除了當地的布河語之外，中文也逐漸成為了日常交流的語言。自從10年前的一場大火之後，我和我哥就變得形影不離了。也是從那天開始，我的世界變得不一樣了。ถึงแล้วครับ在呀！就嘴上又想骗我。要不我們出去玩吧？你非要上課，你該不會是要見萊拉吧？你這年輕人真的是……哎，這不是你同班同學馬洛嗎？不熟，走吧。哇，新的插班生啊！廖思遠，我的女人你也敢動？你是不是活膩了？雖然咱倆不是朋友，但好歹同班了這麼久，全班都知道我喜歡萊拉，你竟然敢當眾親她！今天咱倆就像男人一樣，好好決鬥一下。你決鬥吧。來吧，我去食堂。我先展示，我這腿法你見過嗎？你頂得住嗎？你再看看這腳，我這全是絕招。你能扣我招嗎？哎，你扣我招嗎？喂，干什麼呢？老孙啊，跟我回趟警局。我姐找我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你不害怕？正常人看到这个视频，早就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了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？我哥從小就帶我見過屍體，這不算什麼。叫我來幹嘛？這事情和我有什麼關係？你知道死者是誰啊？你同班同學，萊拉。誰？人在樂谷本村塞帕梅地拉農紅空安，那到漢農太湖。零四生成生正夢困境，皮粗兩蚊琴蚊情蚊情蚊圈。沒空麼還？那麼一呢？姑亞森路口那麼呢？都演馬漢路喂？啊？誰？石頭裡那個女孩？我也不認識。你說開出那麼一個大頭，嚇都嚇死了。你們做過 DNA 對比嗎？會不會搞錯了？那我們警察是連死者的身份都確認不了，我們可能過來讓你配合調查嗎？廖孫，我跟你講，新調過來的隊長一會兒就過來了，你說話態度注點意。啊！哎，隊長，廖思遠，好久不見。
我现在代表不合适警局，希望你配合。死的是我的同学，我一定配合，但我不想和他说话。 10年前的大火案，我没有任何问题。当着你哥的面，我也这么说。我们是同班同学，社会实践也在一起，私下里接触的不多。上次见他什么时候？3天前。可是我们走访了莱拉周围的关系，据你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说，你跟死者生前关系很不一般。 喂，哦，哎呀，来了！今天衣品可以哈，比你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衣服，今天显得好看多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加个 line 吧。 装什么东西啊！你平时干些什么？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哈！小宋。 不就是个 line 吗？我给你不就得了？我给你俩拉个群，直接聊。别在这吵，上课呢。3000一晚，可以吗？3000现金还是刷卡呀？贾宋，你给我滚到炕头出来！ 主任，对不起，有个人他骗我。廖思远，我喜欢你。 在谈恋爱吗？我说了，私下没有什么交集。没什么交集，他为什么会亲你啊？这个怎么解释？这是我们在莱拉家里找到的。案发前你出现在莱拉家里，是要隐瞒什么？我去送药。 快请，快点别那坑。怎么是你啊？哦，这是我们家的药店。你刚才叫了止疼药，你怎么了？刚才有点胃疼。你脸色好差，
要不要陪你去趟医院？没事儿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你要不要进来坐坐？不了，我还得回店里去看店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啊。根据头的腐化程度来推断，莱拉的死亡时间就是3天前，也就是说，她见完你之后就被杀了。可是根据监控，她家楼下就有一个开着门的诊所，而且这药在布河又常见。他为什么不下楼买药呢？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单纯懒得下楼呢？如果不是距离的原因，有没有可能是那家诊所有他不想见的人？队长，提供原石那黑矿，现在什么也查不出来。但是就这种分尸案，按道理来讲，其他尸块离头颅的距离应该不会太远，所以我们现在以发现头颅的市场为中心，画了一个半径5公里的排查区域。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于其他尸块，而在于头。啊？一般分尸案中，头颅最难被发现，因为可以用来辨别死者的身份。但在这个案子里，头反而是最先被发现的。他定时定点的被从石头里开出来，为的就是引发舆论。能做到这点的人不多，除了一时市场老板，就是购买人。当然，其他尸块也很重要。所以搜索范围要扩大到全市，这些山川、河流、废弃工厂、垃圾场这些地方都得查。并且凶手是耗费大量精力来准备的，说明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，不是激情犯罪。所以刚才廖思远说的那个诊所里莱拉不想见的人，或许是一条线索。查查我刚才说的3个线索间的重合点，也许能发现什么。明白，我这有事准备。思远，你怎么来了？警察局，我比你熟。你觉不觉得整件事情很奇怪？我们从头再来一遍。回看这天晚上，确实有点奇怪，这不像他平常的风格，化了一个淡妆，穿了一条平常不穿的白色裙子，他的眼神闪烁，不敢直视你，似乎在跟你隐藏些什么。不了，我还要回店里去看店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这些不寻常的细节，表示他似乎已经预知到今晚要发生什么，所以他对自己的死亡并不是一无所知，但是他最后什么都没有对你说。综上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在保护你。也许，当时凶手就在他的房间里。我知道，莱拉的事情让你很难受。但跟之前我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，这是刑事案件，你只是个学生，你做不了任何事情，交给警察吧。交给那样的警察？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，好吗？提不提的你都是清白的。他如果真是一个好警察，他当年就不应该说谎污蔑你。
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此次永安村廖家灭门大火案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接下来由这次案件中调查一线的见习警官舒和，为我们做调查结果的情况说明。经过我们几个月的调查，我们得出结论，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吸毒纵火案，凶手就是永安村的廖家长子廖志白。廖志白曾是警校学员，在校就有过吸毒史，也曾一度被外界认为是天才警探。你杀我！你这个骗子！我可没有吸毒！你快说！我可没有吸毒！我可绝不可能吸毒！你快说呀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们撒谎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骗子！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哭啊？老陆，你晚上有事吗？你找我来到底干嘛？走吧。坐呀。那些男的是因为得不到他才造他的榜样。莱拉不是那种人，我从小就喜欢他，可他喜欢的是你。她明明是个好女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遭受这一切？为什么？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了你，你知道她得鼓起多大的勇气？现在她死了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耀子啊，你是不是天生就是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冷血动物啊？我曾经不是。从10年前的大火之后，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。我能记住发生在我身边的所有事情，并将记忆封存在这儿。
那场大火夺走了我的一切，除了……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能见到死去的廖志白了。不如你同我交流下，咁究竟你嘅初吻甜唔甜啊？这不是你同班同学马洛吗？思源，10年前的案子先放一放，破案要紧。最近，馬崔申請腦草比格利亞版4數令牌，細查款款，本身否除，回令人一嘴，長談且富態過對半，全七寸，命很純，隨時報備，馬產上水上。医生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这儿有这么高的学生折扣，我这病可能就耽误了。给你们减轻负担，也是为社会做贡献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关于你留学的事儿，哎，这是我做的一家公益机构，目前正在做一些针对留学生的公益项目。像你这种每次都是学年第1、第2的成绩，我们机构都会给一笔不小的补助。如果你需要，就打给我。那医生，我先回学校。好。梅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好。哟，哎，这么巧啊！2位警官怎么来了呀？是哪儿不舒服还是？啊，我同事中午吃多了，肚子不舒服，路过个诊所，心想进来开点药。对，胃疼，老毛病了，你帮我开点普通的胃药就行。好，我让护士处理一下。小鱼啊，哎，来，给这位警官拿一点胃药。好嘞。啊。啊，没想到这是你的诊所。啊，是啊，好多年了。别紧张，我是在警局。坐，坐。好，谢谢警官。哎，昨天还把你叫来问话，没耽误你做生意吧？怎么会呢？比起人命关天的大案，我这个小诊所关2个小时，耽误不了什么。再说了，还有护士打理。 4天前的晚上7点钟，你这儿开门了吗？关门，我不在。哦，你不是说你不在的话，护士会帮你打理的？药来了。同事的药，免费。是这样的，那天晚上我们俩去开了一个会，会后呢一起吃了个晚饭。是啊，那天宋安医生喝多了，我送他回的家。哦，是。 忘记那天还是小鱼送我回家，然后他自己回家。行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忙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不用太紧张。我记得好像也是。 没开门，对吧？对。莱拉家就住楼上。这也太近了。你刚才没问他莱拉的事，为什么呢？ 他在警局给我们的态度就是，他跟这件事没关系，只是碰巧成为了目击证人。谁？我也不认识。
好像是这么回事。可我刚刚问他那天晚上诊所门开了没有的时候，他说没开，可监控显示是开着的。在不知道我们要问什么的情况下，他还是选择了撒谎。他一定有问题。莱拉不想见的那个人，大概率就是他。查查他这几天所有的行程，也许就能找到莱拉的尸体。知道了。4天前的晚上，我回来取一份女孩的资料，所以确实是开着门的。既然警察盯上我们了，我们后面的计划是不是要先停一停？这一切都太巧合了，莱拉的头怎么会在我的石头里？怕是有人在查我。去帮我查一下这个人。这是谁？那天在警局被叫来问话的学生，听说是莱拉的同学。你去帮我查查，他是不是姓廖？老家是不是永安村的？我知道了。佢只下平裤的，嚟晒真酷，佢可你阿莫哈咩嘿，路人咪看到也酷酷 Q 名，温度好闺蜜，狗真不进去，无可不流怒，有啲阿仔对外马来家伙村皮先嗨，牛嘛为读 Q 名，学武虎学努真带，拉人努真配，你呀读哈嘛哈。不如升佢聽柴，就隨冷水排定嘅。別冰他的，冰有個冰不夠哎，冰能不作為啊？說什麼呢？公免都媽媽，人都已經不在了，能不能留點口德？他自己不檢點，他的父母還來學校裡面丟人現眼，我說這些算什麼？我已經很克制了哈。怎樣？你要打人是不是？松，你上回给教导主任发信息那事儿，学校怎么给你处分的？你少！你要不说这个事情，我都已经忘记了哈。这次真好，连你一块收拾了。不合大学生行为守则第11大项第8条。留校查看期间，如果再发生暴力行为，是可以直接开除的。你要不再想想？这什么手表？快戴上。走。看不出来啊，反应这么快。我只是不想我朋友人都不在了，还要被他们造黄谣。他们刚说什么？莱拉父母怎么了？对了，老师刚刚还找你呢，让你去趟会议室，快去吧。人家现在女儿没有了，你们现在在这里跟我讲什么啊？如果是你们自己的女儿没有了，就值6万块吗？6万，6万块！好了。其实我们的诉求啊也很简单，我女儿每个月给我4000普呢，我们要求校方按照我女儿10年的收入赔给我们，再加上一些精神损失费，一共也就80万。80万对你们学校来说不高吧？我们真的非常理解2位悲痛的心情，但实际情况是，
莱拉是死在学校外面，我们学校是没有责任的呀。怎么叫没有责任了？我女儿刚刚人没有了，你们就讲推卸责任是不是啊？这样，这个是莱拉的朋友，他也去警局问话了，让他跟你讲一下情况好吗？我不听。他一个小孩子家知道什么呀啊？我们现在是要赔偿我女儿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来聊钱的事情啊。这跟他没什么关系。阿姨，您知道莱拉这个学期成绩是多少吗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您知道她每个月给你们的钱是哪赚的吗？我不想听这些啊！你买的新手机，花的也是莱拉的钱吧？你知不知道她的旧手机屏幕碎了，半年都没舍得换？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出去吧你！出去！所以你现在只关心莱拉死后能从她尸体捞多少油水，你根本不关心她是怎么死的，她是为什么死。你说什么？啊？你是谁呀？你乱讲话！你给我滚！你出去！这个是我们家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莱拉是我自己的女儿，是我亲生女儿，是我身子掉下来的肉啊！活着的时候是提款机，死了是心头肉，对吧？这个小孩子是谁啊？那可是我的女儿啊，但是得加钱。怎么了，思远？别想了啊！我真的不知道他过的是这样的生活。送药那天晚上，他明显是有话想说。你要不要进来坐坐？不了，我还得回店里去看店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廖思远，怎么了？上次社会实践，谢谢你让我加入你的小组，要不然我又要落单了。不客气，下次我们还可以一组。好啊，谢谢你。走了。我没有留下来，是因为不敢面对他的心意。如果凶手就在屋里的话，他的挽留会不会是他最后的求救？如果我当时多问他一句，多关心他一下，是不是他就不会死了？可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呢？哥，脑袋被砍下来，一定很疼吧？你叫我查案吧。你不是一直不想学吗？可是莱拉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我不想看见他那对父母伏在他尸身上吸血，也不想看到那些无关的人对他非议。
揣测。我希望莱拉知道，即便他已经不在了，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在乎他曾经经历了什么。别人不关心的事情，我关心；别人不想给的正义，我来给。可是思人，一旦做了这个决定，你就会看到与日光下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你会看到人性最残忍自私的一面，也可能永远对人失去信任。这是一条不归路，一旦迈出第一步，就回不了头。但即便如此，你还是想要成为一个探视人吗？探视人是什么？兄弟，小时候让你看的书都白看了是吗？探视人就是侦探，但我比较喜欢探视人这3个字，因为听起来比较有文学性，有格调。行了，别叨叨，你懂吗？侦探都被用烂了。福尔摩是大侦探，我廖志白是个探视人，你呢，廖思远也是个探视人，听起来就很酷啊！什么侦探，哎。查到了，他叫廖思远，的确是你们永安村的人。还真是廖家老二，看来是冲我来的。冲你？你们是有什么过节吗？血海深仇。凶手有无数种方法杀害莱拉，为什么要把他的头放进石头里面？只有2个可能性：第一，要挑衅警方；第二，凶手对于尸体的拼接有特殊的癖好。这对于连环杀手来说并不罕见，有英国的 Lexton， 还有日本的佐川一正。但是目前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破案的方向。刚才那个人说，那天有一个医生去学校接莱拉。拉雅诺加佩。利亚杜哈玛哈，这是那个买原石的医生。你觉得他有嫌疑？我昨天在警局看到他，就已经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而且他昨天很快就离开警局，这说明他并没有承认他认识莱拉，要不然不可能那么快放他走。并且监控一定没有拍到凶手进出过莱拉家，否则警方也不会通过外卖包装找到你。顺着凶手在屋内的这条思路，恐怕行不通。那我们去趟诊所看看。你去问问这里的病人，看看他这2天什么时候没在诊所。好。레뷰 피지콘 힘은 산샤렐렌 퀸호미 Where? 비용 링링 수디 Pasi tak si soe, maka pasi tak hio, papi pepe foe, lapa hio, sabakwe papi papio.怎么了？没事，问的怎么样？案发前一天，整个下午和晚上，他都不在诊所，只有护士在。可信不信？思远，别打草惊蛇，赶紧走。你是来看病的？我是来看长辈的。
再见啊，医生。等一下。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宋恩啊，宋恩。也难怪，那个时候你还小。以前呢，我在你们村子里头开过诊所，想起来了吗？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也好，毕竟你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记不清就记不清吧。小时候的事情我都忘差不多了。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不容易见一面，我这也算是个做长辈的，一起吃个饭吧。里面还有病人等你呢，下次我请你，你先忙。你知道身体有可能在哪儿？我在死者的鼻腔里面发现了一些积液，确定是头颅进过水，但是因为没有身体的原因，所以没有办法确定他是溺亡的还是死后入水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是河水。河水？但不和河很多，能确定是哪一条吗？除了河水里面常见的一些硅藻和微生物外，还有一种东西，香灰泥。对，尸体就在这附近。在这儿？没错。不合适，唯一一座靠近河边的寺庙。你怎么知道在这儿？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教你的东西。我们推理一般有2种方法：归纳推理、演绎推理。归纳推理就是从特殊性到一般的一个分析过程，而演绎推理则是相反。在案件的侦破过程当中，这2种方法通常是密不可分的。我知道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，那接下来我就会用具体的例子来进一步解释。你看这鞋子，鞋头上的泥土是最近才沾上的，因为情急之下被放在其他鞋子后面，肯定是因为忘了，来不及清理。宋恩的汽车轮胎边缘也沾了这种泥，和鞋子上的一致。寺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香灰倒到河边，河水时涨时落，淹没香灰，久而久之就成为了香灰泥。而宋恩的鞋子上、轮胎上也是这种泥。所以说他来过这里。没错，这就是基本演绎法中典型的3段论推理。所谓的3段论，就是通过包含 A 与 B 的大前提、B 与 C 的小命题，而得出 A 与 C 的结论。而城中只有这个河边有香灰泥，这是大前提。宋恩的鞋子、轮胎上也有香灰泥，这是一个小命题。帮我把中间项香灰泥抛开，就可以得出宋恩来过这河边的结论。只有来过河边，鞋底才会沾上香灰泥。宋恩来过，所以他的轮胎和鞋底都沾上了。可是我怎么觉得这还是一个充要条件的命题？你就是非常有天赋，开始举一反三了。就算我们证明他来过河边，那怎么证明他是来抛尸的呢？是的，但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宋恩的车是新车，但这个后备箱却有被物体剐蹭的痕迹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他那天下午没有立刻回到诊所，应该是想等天黑了来河边抛尸，但天暗下来，他没有注意到轮胎和后备箱上都留下了痕迹，再加上河边没有监控，他更加放松了警惕，没有及时把这些痕迹清理掉。你以上的论述就是归纳推理。可是这尸体已经沉入水底了，光靠我，可能没办法。
看来警察也查到这了。哎，我们通过排查才知道宋恩去过河边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来吧，开始。切口处平整光滑，是典型的锐器伤导致的失血性休克。脸部肌肉紧绷，呈现尸僵，面部呈现微笑状态，可能是服用了大量的精神类药物导致的后遗症。具体毒理结果还需要进一步检验。可是，他为什么没有尸斑啊？尸斑是由血液沉积引发的，如果死后立马被分尸，血液大量涌出，尸斑就不会那么明显。颈椎第3节处被砍断脖子，皮瓣无生物活性反应，说明不是死于斩首，应该是在死后被砍头的。手臂、腿部均有生前形成的伤痕，死者生前应该是遭到过毒打或是虐待。我们之前在他的口鼻腔中发现了积液，难不成是溺死的？刀。到底是在等你姐，还是在等莱拉的验尸报告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莱拉和你是朋友，我都忘了，你曾经和我哥是朋友。怎么样？肺部和支气管都是干净的，没有水和泥沙，判断是死后入水的，不是溺亡。同时，颈部切口皮瓣无生物活性反应，也不是死于斩首。那死因应该是什么？我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一枚针孔，同时他的体液中检测出了毒品阳性的结果，死因不排除是吸食或注射毒品过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未知毒素，已经送总部化验了，估计1周后会有结果。还有就是，她怀孕了。怀孕？莱拉虽然不至于吧？你记不记得有人说莱拉上了一个人的車？明星佢嘅天才，佢正先，佢嘅永遠爛到魚。溫度好鬼明，個護信最好似我做順仔路。我怀疑和那个诊所的医生宋恩有关系。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但我一定会查到，一定。你画好了没？我脖子都僵了。啊，画完，半个小时了都。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。那什么，我先走了啊。那个，这屋钥匙在你那儿是不是？走的时候记得锁门啊。尼顿，这是在莱拉尸体衣物的内侧口袋里发现的证物。去上个厕所去。还没走啊？
你把手电拿我用用。莱拉不吸烟，可为什么会随身带着一个打火机呢？而且还是放在了衣服的内侧口袋。情趣酒店，就像你姐说的，莱拉的死因并不是溺亡，这就说明河边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吸毒、怀孕，再加上眼前的这个情趣酒店，你会联想到什么？有没有可能，这是莱拉拼尽全力想要传递给外界的信息？也许，这里才是莱拉真正的死亡地点。디팅구비체 슈킹오유 최오이대. 나만 좀 피드만큼 kia 같이 주반 중. 哎呀，你这样肯定不行，给人家一些好处嘛。원슈먼 하테코나 사슈 챔피언 쿨러 춘도이반 우이 피슈오미却우이구睡眠皮姐姐。我认识。你会说中文啊？什么时候见的呀？应该是4年前的晚上。就是莱拉遇害那晚。行，你帮我开一间房，就要他上次住的那间。这个桌角的痕迹是新的，已经过了那么久，房间应该已经被打扫了，但是血迹是擦不掉的。思远，你有带卢米诺试剂吗？嗯。这里才是莱拉死亡的第一案发现场。你姐说过，莱拉体表有伤，生前可能受到了虐待。桌角上的痕迹应该是莱拉和宋恩争吵过后，宋恩拽住莱拉的头撞向了桌角。莱拉继续反抗，跑到了门口。地表上的拖拽痕迹是宋恩拖行莱拉所致。椅子上也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迹，因为被提前注射了毒品，所以他无法反抗。凶手控制了莱拉，并在椅子上杀死了她。最后，清理现场，把尸体放进行李箱，带走，抛尸。现在房间里就是我们要找的证据，通过这些就能锁定嫌疑人。思远，我们尽快通知警方吧。
会让你死的。姐，姐，少跟我嬉皮笑脸的！你从5楼跳下来，你不要命了？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怎么回事？当时那情况，里面火全着了，我只剩这一个办法了。坐。那女孩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同学。仅此而已啊？啊。思远，你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人，差点被人活活烧死。值得吗？我给你个建议啊，你不要再继续说了，他要生气了啊。姐，你做了这么久警察，难道每一个被害人都是你的亲人或者朋友吗？我们前几天还在一起说话，一起上课，突然就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杀掉他？姐，这些难道都不重要吗？我这几天一直在想，他那天晚上到底要和我说什么？就像10年前一样，如果不是我非要闹着让我哥回来，他根本就不会死。是我害死了他。可为什么我还活着？凭什么我还活着？思远，你活着不是你的错，我要谢谢你活着。因为只有你活着，我才能活着。她叫戚夏，是我哥生前的未婚妻。开始，打，杜根，给我赢了！那场大火之后，她在孤儿院里找到了失散的我。
我弟弟情况怎么样啊？吸入大量的烟尘气体导致的休克，好在抢救的及时，已经没事了。待会儿做个全面的检查就可以回家了。那就好。但是我们在给他做脑部检查的时候发现，他的脑神经回路依然有一定的损伤，这可能会导致他产生某些幻觉，看到一些本不存在的人或物，而且他对自己跳楼的事似乎也没有记忆，这有可能发展成双重人格的风险。我看了他过往的病历，他之前是有服用过精神类的药物吧？哦，对，但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，后来情况好转就停药了。怎么，他现在还是会看到那些幻觉吗？我不太确定，我还是建议你们出院之后给他做个全面的脑部检查。好，谢谢啊。不谢。这儿，别喊了。啊，思远，啊，没事吧你儿子？哦，来，转过来我看看。哎呦妈，没事没事。妈，这里是医院，小丽。没事。你个臭小子你吓死我了！哦，一大清早的呀，我就接到警察的电话，说你出事了。我酒都没喝完就赶过来了。我真没事儿。他们大惊小怪的，非要我来医院检查一下。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好好的。哎哎啊！说来你也是个警察的啊？你不好好护着你弟弟啊？她叫戚美华，是戚夏的母亲。那场大火之后，她就与戚夏一起收养了我。但是她不想让我叫她妈，所以我叫她美华姐。你大清早拎个酒瓶来医院。怎么了？昨晚上酒忘存了？关你什么事？我多大你多大？臭小子，你还敢跟我这是阴阳怪气的？说，干什么去啊？说。你说。妈妈，我失忆了。都不说是不是？那我就用酒精药死我自己。思远，你又想起10年前的纵火案了？对。那如果我跟你说，警察的调查是真的，而全部都是我干的，
你会怎么办？